Hello， 大家好。今天聊的这个话题有点大，但却与我们每个人都息息相关。我是谁？我从哪里来？这一人类终极话题，或许在网上搜索会有许多的答案出现，但这是你心中的答案吗？所以呢，今天我们来解答何为生命。好，开始。或许你会说，我只想过好日子，该享受的享受，该折腾的折腾，人生苦短，及时享乐等等。其实每个人都会有许许多多的答案出来，但是有一点非常的关键，那就是每个人都渴望明天比今天过得更好。没有人拒绝幸福，没有人愿意让自己过得更差。但问题是不是我们有没有的选？答案是肯定的。只要足够的了解自己，了解人生的真相，那么我们的生命是可以掌控的。那么我们怎么去了解自己？你对自己真的了解吗？我们每个人身上都有优点和缺点，这些优点和缺点是助推我们生命迈向成功和失败的关键原因。为什么成功的人更成功，而失败的人更失败？为什么我们在不经意间就陷入到这样的一个成功与失败的极端循环中里去？或许当我们了解了生命的运行方式，你有可能就因此受到了一些启发，同时呢也少走了一些弯路。那么生命到底是怎样运行的？首先我们要了解生命的运行方式。我们的生命除了肉体以外，那么就是精神或者是思维方式、思想等等，或者其他的名称。但我更愿意把它称之为系统，生命系统，就像电脑一样或者是手机系统一样，有 Windows， 有安卓，有 S 系统。每个人看似外表不同，思维、意识、语言不同，但是我们的生命系统其实是一样的，相同的。每个人都有一套属于自己的生命系统，只是配置不同，那么运行的流畅度就不同等等，进而产生了差别，而且是天差地别。有人说我每天都很努力，但就是无法成功，这句话没有错，但是我们要怎么去定义何谓的成功，何谓的幸福呢？其实每个人对于成功或者幸福的定义是不同的，因为我们每个人站的角度是完全不相同，或者是不相近的，就像看风景是不一样的，所以所描述出来的画面绝对是不相同的。这也就是人与人之间的差别。那么这个生命系统它到底是怎样组成的？我们今天就重点来讲讲生命系统的重要4个部分。我们把生命系统大致的组成4个重大部分。第一个就是超级记忆体，第二个就是算法，第三个就是标签，第4个就是结果。这4个重大的部件就组成了我们的生命系统，并且无时无刻的运行着，直到我们的生命结束。这看起来就像一部电脑系统，只要细心的去探寻，你会发现它真实不虚。那么首先我们来讲一讲超级记忆体。何谓超级记忆体呢？什么是超级记忆体？每个人从母体到生命诞生时就已经形成了一系列的记忆，而在生命系统的超级记忆体里，其中包含了遗传性记忆还有体验性记忆这2个记忆体。什么是遗传性记忆？这里我们从 DNA 开始解析，从生命开始到生命结束，这些记忆永久的保存在我们生命系统的超级记忆体里，而这些记忆会通过持续且不间断的分析、分层、储存，从重要到极其不重要，不断的把记忆标签化。即使是生命结束，这些标签化的记忆会被储存进我们的 DNA 里，然后传承给我们的后代。在这里我们简单的把它定义为遗传性记忆。什么是体验性记忆呢？我们既然有了遗传性记忆，那么为什么每个人从性格模式各方面还会变得不同？那是因为除了遗传性记忆，我们还有体验性记忆。我们每一个生命从诞生前受遗传性记忆的影响，诞生后又有了自己的成长环境，比方说住的地方、父母、朋友、兄弟姐妹、爱情、婚姻、职业等等，周边的人事物，一切的外在因素。我们从自身的视觉、听觉、嗅觉上不断的体验，在这个过程中，我们通过持续的体验，同时也持续的在储存各种各样的记忆，而且是24小时不间断，从生命诞生的那一刻直至死亡结束，这些记忆都会被永久的储存。因此通过遗传性记忆和储存性记忆，我们就形成了属于自己独一无二的记忆体。
这也就形成了我们的人生观和价值观乃至世界观，也就让我们每一个生命变得独一无二，而且与众不同。是不是有点悬呢？但它真实不虚。想想看，我们的外貌、意识、语言和行为是不是从我们的祖先、从我们的父母身上遗传下来的？第二个关键词，算法。什么是算法？我想做互联网的朋友在这一点一定比我更加的清楚。在这里我想表达的是什么在处理着我们生命中的各种记忆呢？既然每一刻都在储存记忆，那么生命的每一刻也必将在处理着记忆。我们是如何处理记忆体中的记忆？答案是算法。从酸甜苦辣、快乐的、幸福的、悲伤的等等，算法会将各种各样的记忆切割细化，然后再进行分层处理，区别出不重要的到极其重要的，把数据放在不同的位置中，然后将记忆贴在各种各样的不同的标签上。当我们想起某件事的时候，首先就是从标签中提取数据，然后与其他数据进行拼接，从而产生了新的数据。生命从诞生开始就有一套极其紧密且灵敏的超级记忆体，我们有了各种的数据储存功能，然后在人生的旅途中无间断的体验和储存，进而将数据派发到各种各样的标签上，而这个过程就是算法干的活。第三个，标签。接下来呢，我们讲一讲标签。那么我们的思维模式和判断方式是怎样形成的？其实从遗传性记忆来理解，我们从父母祖辈们传承下来的其实就是标签，然后经过算法与现实中对照，再把各种各样的新的体验进行切割细化，分配到新的标签上。如果用电脑系统来解释的话，那么就是将各种各样的体验分别储存到不同的文件夹里，而我们就是在各种各样的标签中又形成了新的经验，这些经验就演变成了我们的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根深蒂固。比方说我们挨饿，我们就想到了食物，这个时候就会抽取美妙食物的标签，进而唤醒我们吃东西的渴望，于是就会开始找东西吃，那么我们就形成了肚子饿要吃东西所调用出来的算法。从想要吃到怎么吃到吃的过程，我们的超级记忆体会在这个过程中又开始储存记忆、储存经验，不断的经由算法对脑海里所浮现的记忆和念头进行标签，进而产生出新的经验。这些经验就是体验性记忆，然后再经由算法分配到不同的标签里。在以后的经验里，只要我们肚子饿了，就会从标签中抽取记忆，再体验，再进行储存，慢慢的我们就形成了怎么吃的一些观念出来，而这些观念又会回馈和叠加到我们生命系统的算法当中，而这一循环的过程，我们通过对算法对记忆的标签和处理，将遗传性记忆和体验性记忆整理成自己的经验，形成了自己的心法，也就是逻辑思维算法的模式。而标签中的记忆，它不是一成不变的存放在一个标签里的。人是活生生的生物，在遇到某些特定的体验时，我们的算法会抽取某些标签中的记忆存放到另一个标签上。比方说遇到某件事，与爱人争吵，与上级矛盾，遇到不理解等等，这些时候算法会将这些记忆重新分配，重新放到另一种标签中，这也就重新分配了自己的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标签一旦改变，储存记忆的分配也会发生微妙的改变，而基于标签而演化出来的这一套算法也会发生改变，体验出来的就是我们不断的在变化，进而重新定义了我们与身边人与这个世界的关系。用一句话来表达，就是有怎样的心，就会有怎样的世界。第四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念头。什么是念头？念头就是经由算法处理记忆标签后所得出的结果。比较难理解，但也不难理解。我们可以理解成念头既是结果，而结果又会产生出新的记忆，再由算法处理进行标签，无限循环的产生出新的结果。于是我们就有了无限的起心动念，这也就说明了情绪是怎么来的。生命系统的每一刻都没有停止，分分秒秒它都在运作，只是我们察觉不到。每一个念头都是新的结果，
通过生命系统的运行，也就显现了我们对外在世界的看法。虽然很细微，确实很微妙，但一个人的内在世界是怎样的，对外在世界的看法也就最终决定了生命的方向该往哪里去。当我们对生命系统越来越了解的时候，就会理解生命的真相。我们固然可以学习许多的知识来提升自己认知的层面，但更重要的，我们要学会向内探索，去挖掘过往的一些经验是否有偏差，然后再进行修正。当我们持续的在修正自己的时候，也就意味着生命系统的运行方式更加有效，更加高效，这也就能让自己少走些不该走的路，少走些弯路，少做些不必要的事，进而让自己有一个精进且舒展的人生。当然，我们总会遇到困难或挑战，总会遇到这样的事情那样的事情，但其实我们对待问题的态度才是真问题。更关键的是我们用怎样的心态去面对，是积极应对还是消极无力，这个过程也就决定了一个人的生命质量和生命的方向。当我们对生命系统有所了解的时候，就且不要忘了，我们有积极的念头或者是消极的念头，就已经不断的在产生结果。生命系统的运作是积极的更积极，消极的就更消极。生命系统这一栏目呢，我会持续的更新，继续为大家解析生命的真相，以及如何突破瓶颈，打开生命的边界。希望这些能够给您带来一些启发或者是帮助。总而言之，历史由他人书写，但生命由自己负责。如果你喜欢这个栏目，请点击订阅和关注，这是给我最大的鼓励。好，谢谢，我们下期见。